自己演的戏把自己虐哭的小可爱，你见过吗？这不就有了。视频中的白鹿看自己的剧被感动到痛哭不止，几十秒的视频中从头到尾一直在哭，哭到根本止不住。能把本尊虐到这个程度，那共情力得多强呀！放几组图大家感受一下。光看图片，姨太已经被虐到肝疼了。经常追剧的肯定有这样的感受，能把观众看哭的演技才是最厉害的。但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就难了。特别是对女演员来说，哭得太用力就会很丑，哭得温柔点又容易出戏。话虽这么说，圈里能用哭戏打动我们的女明星还真不少。接下来咱们就近距离感受一波来自实力派的哭戏暴击。第一位，孙俪，被称为古装女王的她完全不负众望，不论是哭戏还是角色的眼神、情态方面的呈现都手到擒来。就拿《甄嬛传》来说，孙俪在剧中的各种高难度哭戏让人不得不服。刚入宫时不想侍寝，双眼含泪。什么叫梨花带雨？什么叫小女儿的无奈伤心？看孙俪就知道了。第一次小产，满心欢喜的期望自己的孩子出生，却突然流产，甄嬛哭得痛彻心扉。和果郡王诀别，哭得心都碎了。姨太觉得最精彩的还是眉庄去世那一趴，一步一哭，再配合姚贝娜唱的《菩萨蛮》，简直要哭瞎。要知道剧本上其实就4个字，泪如雨下，其他都是孙俪自己发挥的。这哭戏不给满分都说不过去了。你以为娘娘只有古装剧才放得开？ No， 新剧《理想之城》的哭戏一样炸裂，边啃鸭脖边说那一段和坐在马桶捂脸哭泣那段，面无表情的他和坐在马桶上撕心裂肺的他形成强烈对比，看得人无比难受，恨不得亲自跑过去为他擦泪。第二位，佘诗曼，哭戏堪比孙俪的就是佘诗曼了。和孙俪一样，佘诗曼演绎的各类作品中，哭戏也是相当经典，并且演绎的游刃有余。就拿火爆一时的《延禧攻略》来说，剧中佘诗曼饰演的娴妃为皇上肝脑涂地，即使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，甚至为了皇上出卖了深爱着她的贝勒，然而皇上回报她的依旧是无情。最后娴妃心灰意冷，当众断发，以示与皇上恩断义绝。镜头中，娴妃愁眉紧蹙，神色凝重，刀直指皇上，脸上满是心痛和悲伤，哭戏随之而来。娴妃一边痛诉皇上的不公与绝情，一边红着眼眶，泪流满面，完美的诠释出了人物内在的情绪，这才是真正的老戏骨。第三位，赵丽颖。赵丽颖的演技毋庸置疑，哭戏方面更是真实自然，极具感染力。尤其是胯肩骨这段哭戏，看着都心疼。楚乔传大结局，宇文玥身受重伤，楚乔看见爱自己的人和自己爱的人面临死亡，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这段哭戏当时不知道惊艳了多少人，那双早已被眼泪浸润的双眼已经有了冲洗的痕迹。老实说，赵丽颖出演的很多剧里都有哭戏，从早年新《还珠格格》里的晴儿，到《花千骨》里的小骨，到《蜀山战记》里的玉无心，再到《知否》里的盛明兰，《有匪》里的周匪，随便哪个都虐到不行。赵丽颖的哭戏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。第四位，李沁。李沁最出名的哭戏莫过于《楚乔传》中那一场，从小备受宠爱的公主元纯，在大婚之日被爱人弄到家破人亡，只能跪地求饶。这种反差感本身就很悲情，但李沁的演绎更让人撕心裂肺。这部剧当时还放出了2段花絮，一段是李沁跪在马下苦苦哀求男二燕洵，另一段是李沁和母亲的对白。据说当时李沁的戏份都是一遍过，可见他台词功底之强。听到原声之后，姨太更震撼了，李沁就应该自己配音的。第五位，杨紫。因为哭戏演的真实，杨紫一度被誉为长在泪点上的女人，随便拎出一段都是经典。还记得香蜜中肉肉离开的那场戏吗？锦觅抱着肉肉撕心裂肺的哭，因为好朋友的离开，锦觅伤心欲绝，因为肉肉那个时候就再无复活的机会了。杨紫将这段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是对亲人的不舍，也是对自己不能救活好朋友的无奈。在听见他说中，杨紫饰演的角色有一个不幸的原生家庭，父亲在母亲怀孕时出轨，然而孩子却成了罪恶感最深最痛苦的那一个。从小生活在母亲的埋怨和父亲的缺席下，杨紫一句为什么要因为他的错而惩罚你而惩罚我呢，不仅看哭了监视器前的赵薇，也感动了无数观众。长达26分钟的独白一条过，这实力完全不用多说。但是在蒙探中有一个环节是挑战哭戏，杨紫当场眉头一皱，眼泪啪嗒啪嗒就下来了。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的时间，一看都惊呆了，这就是演员的素养吧。第6位，谭松韵。拥有一张娃娃脸的谭松韵演起哭戏来也很让人揪心。
在以家人之名里，李尖尖知道2个哥哥要离开他去国外学习的消息后，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个人将身体埋在被子里抽泣。哥哥凌霄进屋安慰他时，他依然难以止住悲声，脸上挂满泪花，可怜巴巴地望着凌霄。我们本来就不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而当凌霄回答道：等你长大了，我们一辈子在一起。李尖尖哭得更加撕心裂肺。看这段那会儿，以太真的爆哭，太心疼尖尖了。除了以家，谭松韵在《明初奇人传》《锦衣之下》《锦心似玉》里都有精彩的演绎。出演《锦心似玉》那会儿，导演还在采访中夸奖谭松韵的哭戏很到位，一条过。你被这个实力派女演员圈粉了吗？第7位，万茜。你好，疯子中万茜饰演的安熙分裂出了7种人格，其中最精彩的是这趴，本尊跟分裂的6个人格对话，医生给了安熙一把枪，告诉他想好就要杀死其他6个人，安熙拿着枪跟其他人告白，这个片段被艺考生称为教科书级别的哭戏，安熙大喊一句我就是疯子，镜头中他的脸已经被泪水淹没，让看者默然的同时又审视自己内心深处疯的一面。万茜通过沉浸式的表演对话自己的6个人格，揭开人性的面具，尤其后面枪指众人那一段，因为我心里住着你们呀，真是直击心脏。第8位，热依扎。她在《山海情》中饰演的水花，分分钟戳中泪点。火车上哭的那一幕，看得一太都跟着泣不成声，同时也被热依扎的演技折服。她将水花的弱小、无奈、委屈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水花原本可以就这样一走了之，可她终究是没有她的爸爸心狠。走之前，她问了德福，他的爸爸还好吗？知道他不是很好，安家的人都在村支部闹事，但是德福告诉他，有他爸爸和县领导在，肯定能处理好，让他放心。他终究还是回来了。水花回来了，水花咋回来了？村民的2句台词，水花啥话都没说，他只是静静地看向大家。看到同样疑惑的马德福的时候，他忍不住委屈的要哭了，又忍住笑了。这个笑比哭还难看的表情，看起来太揪心了。2个人的表情转换的像打翻了5味瓶，让人特别不是滋味。此处我只想把热依扎绝了打到公屏上。第9位，王小晨。你看他在现代剧里穿着高跟鞋边哭边摔倒，情绪释放的简直不要太到位。情绪到达顶点时，你能很明显的在镜头前看到他的青筋。再看这张截图，哪怕捂着大半张脸，从眼神里都能感受到他的悲伤。不愧是15岁就考上上海戏剧学院的少女啊！明明可以靠颜值，偏偏要靠实力。她之前在我就是演员就展现了自己很强的情感控制力。当背景音乐响起来的时候，王小晨饰演的春来眼里泪水盈满眼眶，却始终在眼中晃荡，没有落下。据说人伤心到了一定程度，眼泪便会回流，因此有痛哭流涕这一成语。大家看王小晨，她一开始就蓄着这种充沛的感情，然后呢，因为泪水被王小晨控制着，不能从眼眶中顺利流下，便从鼻腔中流了下来。这不仅是真哭，而是对舞台的敬畏。我的体育老师里有一幕是王小晨撒娇假哭，你看他明明前一秒还是撇嘴眯眼冲人撒娇的小可怜，被安慰几句之后立马舒展了眉头，跟没事人似的，动作收放自如，表情管理一绝，是个真实可爱的小辣椒，没错了。第10位，张子枫。论哭戏，子枫妹妹绝对是压轴的存在。00后女演员里，张子枫的哭戏不能说封神，也必须得承认一骑绝尘了。8岁就出演唐山大地震，小风灯泪中带出合理情绪表达，惊艳了无数人。我的姐姐中也是一哭就揪着我们的心。最绝的还是在电影《中国医生》中，张子枫的戏份少到只有1句台词，几个出场动作，然而她3秒落泪的神演技，左眼哀伤右眼恐惧的细腻刻画，让她在电影《中国医生》中这短短1分钟的镜头成了整部电影的高光时刻，击溃了大众紧绷的泪腺，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共情。张子枫这个女孩将来必定前途无量。以上几位实力派，谁的哭戏最打动你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